台海局勢大變天。12月18日，美聯社突然爆出了一個重磅消息：美軍正準備向台灣提供一份價值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武器軍售。沒有任何懸念，這成為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金額最高的一筆對台軍售。那麼，美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給出巨額軍售？這100億美金到底買了哪些武器？這批武器的落地究竟會給台海局勢帶來怎樣的變數？要弄清楚美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給出巨額援助，首先大家要明白這筆錢的性質，它不是那種讓你排隊等10年的普通對外軍售，而是大概率走了 PDA 的快速通道，也就是使用了總統提用權。說人話就是，這些武器不是去工廠下訂單現造，而是直接從美軍現役的倉庫裡直接提貨。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今天簽字，下個月可能就裝上417運輸機發貨了。在這份令人眼花繚亂的清單裡，有幾樣東西看得火力軍是倒吸一口涼氣。咱們把那些零零碎碎的彈藥先放一邊，重點把目光聚焦在3個絕對的主角身上：82套海馬斯高機動性火箭炮系統，420枚 ATACMS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以及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無人機蜂群。首先就是此次軍售的主角海馬斯。什麼是海馬斯？M142海馬斯是美軍把 MLRS 家族裝在5噸卡車底盤上的輕型輪式多管火箭系統。它的特點就是車體輕、速度快、機動性強。一車一彈倉，可發6枚 GMLRS 火箭彈或1枚 ATACMS 導彈，最大路速近85千米每小時，公路自航里程多在數百公里量級。它能發射多款制導火箭和滑翔彈藥，比如 GMLRS、GLSDB、PRSM 等。射程與彈種決定了對地打擊範圍與效果。自2022年以來，海馬斯在烏克蘭的使用被反覆報道為改變戰場關鍵的裝備。烏克蘭使用海馬斯對俄軍的彈藥庫、補給節點、橋梁、雷達與指揮點實施精準打擊，戰術效果體現的也非常直接。俄軍後方補給鏈條被切斷，炮火密度下降，俄軍補給與機動受限。烏方公開聲明累計數百次點穴式打擊，並成功毀傷多處後勤樞紐。歐美媒體與官方也多次肯定海馬斯的戰果。對於北約式火力思路而言，海馬斯是把高精度火箭炮化為移動狙擊手的典範。那麼在台灣會怎樣使用呢？大家可以想象，82輛海馬斯分散部署在島內，每車都是移動火力節點。在防禦作戰中，台軍可把海馬斯作為葵花點穴手，用無人偵察機實時指示目標。海馬斯快速從隱蔽位置發射制導火箭，然後迅速撤離到下一個掩蔽點，極難被一次性剿滅。對進攻方來說，這不是能不能攔截的問題，而是說你根本不知道下一輪火力從哪兒來。當然，海馬斯不是無敵，他怕什麼呢？要知道 GMLRS 與更大口徑導彈都是耗材，大量發射需要穩定彈藥補給線。如果島內彈藥和補給受阻，系統威力會隨時間衰減。而且在烏克蘭，美方對海馬斯的某些導彈的使用曾有政治限制，比如美國就拒絕烏克蘭使用海馬斯對俄境內縱深目標的打擊。類似的約束在台海情形下也會影響作戰效果。接着咱們得看看這82套海馬斯裡裝的是什麼導彈，這就引出了清單裡的第二個狠角色，420枚 ATACMS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 是一種戰術彈道家族，不同分型的在射程與彈頭上差異顯著。某些 Block 型它的射程高達300公里。美國曾在2023到2024年向烏克蘭交付短程 ATACMS 分型，並在2024到2025年允許其對俄境內目標實施打擊，烏方用其對俄方後方實施深入打擊，造成俄軍裝備鏈條的戰略性壓力，這也引發了俄方的強烈反應與報復性指責。420枚 ATACMS 就意味着台灣可以在島內的任何一點都能對距離海峽對岸數百公里內的高度價值目標實施打擊。不過 ATACMS 也並不是完美的，雖然 ATACMS 飛行速度快，命中精度高，但如果對方有密集的電子防護， ATACMS 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而且 ATACMS 的庫存也較為稀缺，生產速度也比較緩慢，一旦開戰，彈藥供給將會是一個嚴重問題。還有就是這100多億裡最讓人感興趣的部分，價值10億美元的無人機。10億美元能買多少無人機？如果是彈簧刀或者更高級的阿爾提烏斯巡飛彈，就直接可以買上數千台。這可不是那種還要人遙控的大疆，這大概率是美軍復制者計劃的產物。他們是具備蜂群組網能力、抗干擾能力的智能巡飛彈。想象一下，當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全是這種低成本殺手，對方昂貴的登陸艦、2棲戰車，甚至武裝直升機，面臨的就是一場不對稱的消耗戰。這些無人機既是眼睛也是拳头，
他們能把海峽變成一個充滿死亡凝視的無人區。況且俄烏戰爭已經充分證明了廉價無人機、智能引導和低空突襲相互配合，能最大精度地消耗敵方戰力。俄烏雙方都把無人机用於偵察、引爆彈藥庫、反艦攻擊以及饱和式攻擊。烏克蘭靠小型無人機配合精確情報，反覆消耗俄軍高價值資產。俄方亦用大量巡航自殺無人機對烏方基礎設施進行打擊。最終，我們得出一個結論：無人機把戰爭策略徹底改寫。他們用低成本自殺彈消耗對方高價值平台。對於台軍來說，這玩意兒能幹3件事。首先就是在海上制造彈幕牆，它會逼着你的艦隊減速規避。只要你的進攻節奏一慢，岸上的反艦導彈就有更多的時間瞄準。他們還可以充當誘餌，故意暴露自己，引誘對方的防空雷達開機，消耗對方昂貴的防空導彈。你用幾百萬美元的攔截彈去打幾萬美元的無人機，這筆賬怎麼算都是血虧。最後還能進行精準點殺。當對方防空火力被消耗殆盡，剩下的無人機就會露出獠牙，專門往坦克的頂蓋、艦船的煙囱裡鑽。這就是美軍現在的算盤，用絕對的數量優勢去換取局部的戰術勝利。雖然這招也有弱點，比如容易被電子干擾壓制，或者被高射炮攔截，但在那種混亂的搶灘登陸階段，這種漫天飛舞的蒼蠅絕對是進攻方揮之不去的噩夢。接下來這個是很多外行容易忽略，但火力軍認為最致命的一項，那就是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軟件與指揮控制系統升級。很多人會抨擊花10億美金買代碼，這美國人是不是在搶劫？這其實恰恰相反，在現代戰爭裡，沒有網的武器就是一堆廢鐵。這10億美元買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Link 16數據鏈，目的就是把全島所有的武器連起來。以前台軍是單機版遊戲，海馬斯車組只能打自己偵察到的目標，但有了這套升級後的系統，戰場就變成了聯機。天上的無人機發現目標，數據瞬間傳給後方的指揮中心，指揮中心的大腦經過人工智能計算，立刻把坐標分發給最近的一輛海馬斯或者岸導部隊。海馬斯根本不需要開雷達，直接按按鈕就行。這就是俄烏戰場上美軍驗證過的情報加火力電的閉環。烏克蘭之所以能用海馬斯打得那麼準，就是因為背後有北約的衛星和偵察機在提供實時數據。現在美軍想把這套邏輯搬到台海，把原本孤立的单點防禦變成一張多點聯動、全域攻擊的超級火力網，這才是讓對手最頭疼的事情。你炸毀一輛發射車沒用，因為只要網絡還在，剩下的发射車依然能精準地把導彈砸到你的頭頂。當然，這套系統也不是無敵的，一旦網絡被黑客攻破，或者衛星電路被切斷，就會造成大面積系統癱瘓。但這10億美金的投入，顯然是為了把這個網絡加固到極致。最後，我們來看看這份軍售清單裡最後的保底武器。如果前面的導彈、無人機都沒能攔住，對方真的衝上了海灘，怎麼辦？這時候就輪到這7億美元的標槍和托式導彈，以及9000萬美元的魚叉翻新包登場了。標槍導彈，大家在俄烏視頻裡都司空見慣了。這玩意兒就是簡單便捷，它不需要什麼複雜的陣地，一個士兵扛在肩上就能打。它的攻頂模式能把任何主戰坦克的天靈蓋都給掀開。美軍給這麼多標槍，目的只有一個，把灘頭陣地變成坦克墳場。這是一種極度殘酷的巷戰和陣地戰邏輯。哪怕你上了岸，我也要讓你在每一條街道、每一塊岩石後面都付出血的代價。而那個魚叉翻新套件更有意思，美軍這意思很直白，什麼新的舊的，只要能用就行。這批套件就是把庫存的老式魚叉導彈換個雷達頭，換個電子元件，讓他們原地復活。對於一個島嶼防禦來說，岸艦導彈的數量就是真諦。這幾百枚復活的魚叉，配合上那些還沒打完的雄風導彈，足以在近海領域構造一道密不透風的反艦火牆。咱們把這100多億美元的裝備串起來看，你就會發現美軍這套戰術邏輯那是相當的高明。它構建的是一個從遠到近、由上到下的多方面打擊。首先在300公里外用 ATACMS 導彈進行直接點名，接着在海上用無人機蜂群和魚叉導彈制造彈幕干擾，遲滯你的航度，再用海馬斯火箭炮覆蓋灘頭，對登陸的士兵進行火力打擊。最後就是鐵臉肉搏，用漫山遍野的標槍導彈跟你的裝甲部隊玩命。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就是要強行把原本一邊倒的登陸優勢投入一場漫長、血腥且不可預測的苦戰。這就是100億美元買來的天量武器。雖然不一定能成功防守，但是一定能讓進攻方付出慘重的代價。看完清單，咱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給出巨額援助？這100億砸下來絕對不是亂花的，它代表了美軍在印太地區防禦策略的一次根本性大轉折。首先就是從快速決鬥轉向殘酷消耗戰。以前美軍賣的是 F-16， 是驅逐艦，那是什麼思路？那是想維持海空優勢，双方拉開架勢，在海峽上空來一場骑士般的決鬥。
但現在美軍深知，在衝突加劇後，幾架昂貴的戰機根本撐不過第一波，所以這100億買的是支撐起消耗戰的本事。他們不再追求昂貴的平海，而是追求海量的低成本的消耗品。海馬斯、ATACMS 無人機這些東西藏得住，跑得快，數量多。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在海空決戰中取勝，而是要把這片海域變成一片火海，打的時間越長越好。這種戰術邏輯的背後，是美軍已經默認了，在大規模衝突初期，常規的制空制海權可能無法維持，所以必須靠這種非對稱的遠程火力，讓進攻方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難以承受的生命和資產代價。其次，此次軍售的速度太緊急了。剛才火力軍提到了總統提用權，這背後的意義太深了。以往的對外軍售流程極其繁瑣，從簽約到交付可能要5到10年，但 PDA 是直接提供現貨。美軍為什麼這麼急？因為他們深知，一旦衝突爆發，海空被封鎖，後續的物資根本進不來，那時候手裡的100億美金就是廢紙。所以這100億的意義在於開戰前最後一次大規模補給。美軍試圖在窗口期關閉前，把這些能在地道裡撐上大半年的武器全部塞進去。這不僅是軍售，這實質上是在台灣島上建立一個巨大的彈藥儲備倉庫。這種搶時間的姿態，說明美軍內部對局勢的緊迫感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最後，火力軍推測，美軍也是想驗證非對稱防禦手段在台海戰爭能否起到良好效果。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套海馬斯加導彈加無人機加數據鏈的組合，跟烏克蘭戰場簡直是一模一樣。美軍正在利用這100億，將烏克蘭的成功經驗全面複合到海戰環境中。他們在驗證，如果用這種數以萬計的廉價系統，能不能抵消對方昂貴的大型艦艇和平台優勢。這不僅是一場軍售，更是美軍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一場戰爭成本測試。他們想知道，用這種方式能不能在不親自下場的情況下介入一場局部衝突。講完了硬核的武器和冰冷的戰略，咱們最後聊聊這100億美元的裝備一旦消化部署完畢，對於這一地區的防禦態勢來說會有哪些加強。當然了，軍售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的防禦信心大增，手裡握着82套隨時能打出300公里導彈的海馬斯，看着漫天巡邏的自殺式无人機，防禦方的壓力會瞬間小很多。這種實實在在的戰鬥力是任何口頭承諾都給不了的。當防禦體系從被動挨打變成了主動接招，一線部隊的心理狀態會發生質變。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這種更強的盾實際上是在為和平爭取空間。在軍事邏輯裡，戰爭往往源於一方對另一方的碾壓感導致的誤判。當進攻方發現對方的這層皮已經厚到了需要付出10倍於原計劃的代價才能咬開時，理性的決策者就會重新評估風險。這100億美元的重裝升級，實際上是提高了衝突的門檻。它讓那些原本想通過武力快速解決問題的選項變得風險巨大、不可預測。從這個角度看，防禦力的提升實際上是減小了防禦方的生存壓力。當防禦壓力變小，這種平衡就會變得更加穩固。雖然100億美金聽起來充滿了火藥味，但在大國博弈的邏輯下，這種勢均力敵的對峙反而往往能帶來更長久的寧靜。因為只有當雙方都清楚戰爭是一場誰也贏不了的雙輸局面時，和平才會成為唯一的理性選擇。好了，今天關於這100億美元軍售的真相，火力軍就為你拆解到這裡。這不僅是武器的較量，更是意志與算力的博弈。最後，火力軍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在海馬斯和無人機蜂群已經改變了戰爭形態的今天，你覺得這種消耗戰術真的能抵禦住大國的全力打擊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咱們下期不見不散。